今天利率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下降，大幅下降，早就该这样。在不久的将来，我想做一件24年来都没人做到的事，那就是平衡联邦预算，我们会做到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已经详细制定了一个叫做移民金卡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快就会开始实施。只要500万美元，我们允许全世界最成功的创造就业机会的人购买金卡，成为美国公民。这就像绿卡，但更好、更完善。这些人必须在我们国家缴税，当然，他们之前的收入不需缴税，他们缴税。创造就业机会，他们还会资助大学生。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留在美国，而不是让他们被迫离开。比如，顶尖学校的学生被迫离开，不被允许留下，为其他国家的公司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巨大的成功。所以，当我们把那些在民主党人拜登政府的门户开放政策下被允许进入我们国家的罪犯、杀人犯、人口贩卖者和儿童掠夺者赶出去的同时，我们将引进聪明、勤奋、能创造就业机会的人，他们会支付很多钱，我们将用这笔钱来减少我们的债务。美国人民已经授权我们进行大胆而深刻的变革。近100年来，联邦官僚机构不断扩张，压制了我们的自由，扩大了我们的赤字，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阻碍了美国的发展潜力。我们这个由先驱者和冒险家建立的国家，现在正淹没在数百万页的规章制度和债务之中，本应10天就能获得的审批。Approvals that should take 10 days to get instead take 10 years, 15 years, and even 20 years before you're rejected. 现在需要10年、15年，甚至20年，然后再会被拒绝。与此同时，我们有成千上万的联邦工作人员、矿工。我的政府将从这个不负责任的官僚机构手中夺回权力。我们将恢复美国真正的民主。任何阻挠这项变革的联邦官僚都将立即被撤职，因为我们正在抽干沼泽。就这么简单。由未经选举的官僚统治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我们计划打造史上最强经济的下一阶段，就是让国会通过所有人的减税法案。法案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你们投票了。我相信坐在我右边的人，我指的不是共和党，而是坐在我右手边的人，我相信你们会投票支持这些减税措施，否则我不认为人们会再选你们上任。所以我告诉你们这些，也算是帮了你们一个大忙。我知道在座的各位会投票支持减税的，谢谢。
这是我们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在第一个任期内通过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我们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正在寻求全面永久性的所得税减免，为了让受通货膨胀打击尤其严重的美国人获得急需的救济，我呼吁取消小费税、加班费税，以及我们伟大的老年人缴的社会保障福利税。我还想让汽车贷款的利息可以免税，但前提是这辆车必须是美国制造。顺便说一句，我们的汽车工业将会迎来前所未有的增长，各地都在开设工厂，达成交易，前所未见。这是我胜选和关税共同作用的结果。关税这个词很棒，不是吗？再加上我们的其他政策，将使我们的汽车工业蓬勃发展，一定会蓬勃发展。今天我和3大汽车巨头的负责人通了话，他们都非常兴奋。事实上，已经有很多汽车公司宣布将在美国建造大型汽车工厂。本田刚刚宣布在印第安纳州新建一家工厂，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厂之一。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11月5日取得伟大胜利之后，希望这一天能成为我们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此外，作为我们减税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削减国内生产和所有制造业的税收，就像我们以前做的那样。我们将提供100%的费用核销，并且会追溯到2025年1月20日，这是我们在上一个任期内减税如此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它使我们国家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一个任期，我们第一个任期做得非常棒。但是，如果你不在美国生产产品，在川普政府领导下，你将支付关税。在某些情况下，关税会相当高。其他国家对我们征收关税已经几十年了，现在轮到我们开始对那些国家使用关税了。平均而言，欧盟、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和加拿大，你们听说过他们吗？还有无数其他国家，他们向我们收取的关税远远高于我们向他们收取的关税，这非常不公平。印度对我们征收的汽车关税高于100%，中国对我们产品征收的平均关税是我们向他们征收的2倍，而韩国的平均关税是我们的4倍。想想，是4倍之高。我们在军事上和许多其他方面向韩国提供了如此多的帮助。但这就是结果，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这样对待我们。这个体系对美国不公平，从来都不是。所以在4月2日，我想定在4月1日，但我不想被指责是愚人节，没办法。晚一天开始都会让我们损失了很多钱，但我们将在4月份实施这项措施。我是个非常迷信的人。4月2日，对等关税生效。无论其他国家对我们征收多少关税，我们都将对他们征收多少关税。这就是对等的、公平的。无论他们对我们征收多少税，我们都将对他们征收多少税。如果他们用非货币手段将我们拒之于市场之外，那么我们也将用非货币壁垒将他们拒之于市场之外。这种情况也很多，他们甚至不允许我们进入他们的市场。我们将获得数万亿美元的收入，并创造前所未有的就业机会。
我对中国这样做过，对其他国家也这样做过。拜登政府对此无能为力，因为涉及的金额太大了。他们对此束手无策。几十年来，我们几乎被地球上所有国家敲诈勒索。我们不会再让这种情况发生了。过去3个月，关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讨论很多，但我们与两国的贸易逆差都非常大。更重要的是，他们允许芬太尼以前所未有的数量进入我国，导致成千上万的公民，包括许多非常年轻的人丧生，摧毁了无数家庭，这是前所未有。实际上，他们获得了数千亿美元的补贴，我们向加拿大和墨西哥支付了数千亿美元的补贴。美国不会再这样做了，我们不会再这样做了。由于我们正在实施的美国优先政策，在过去几周内，我们已经获得了1.7万亿美元的新投资。我的胜选和我们的经济政策相结合，使得软银世界上最杰出的公司之一宣布了2000亿美元的投资 ，OpenAI 和甲骨文的拉里·埃里森宣布了5000亿美元的投资。如果哈里斯胜选，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苹果公司宣布了5000亿美元的投资，蒂姆·库克给我打电话说，他都不知道怎么才能这么快把钱花出去。我相信实际投资额会远高于这个数字，他们将在美国而不是在中国建设他们的工厂。就在昨天，台湾半导体占据了97%的市场份额。世界上最强大的半导体公司宣布投资1650亿美元，在美国本土制造地球上最强大的芯片。而且我们不需要给他们任何钱。芯片法案非常糟糕，我们给他们数千亿美元，但毫无意义。他们拿了我们的钱却不花。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不给他们钱；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他们不想支付关税，所以他们来了，他们正在建设。许多其他公司也来了，我们不必给他们钱，我们只是想保护我们的企业和我们的人民。如果他们在美国建厂，他们就不必支付关税。所以这非常棒，你们应该取消芯片法案，把剩下的钱，议长先生，你应该用它来减少债务，或者你想要的任何其他理由。我们新的贸易政策对美国农民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我爱农民。他们现在将向我们的国内市场，也就是美国销售产品，因为没有人能够与你们竞争，因为那些从其他国家和公司进来的商品，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他们未经检验，可能非常肮脏和令人厌恶。他们涌入并损害了我们的美国农民。从4月2日起，将对进入美国的农产品征收关税。这可能需要一点调整期。之前我和中国达成协议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价值500亿美元的采购。我说，请大家耐心等待。他们做到。他们做到，可能又要请大家再次耐心等待了。这次会更好，那次已经很棒了。问题是拜登没有执行，他没有执行价值500亿美元的采购，我们当时做得很好，但拜登没有执行，这损害了我们的农民。但我们的农民现在要迎来好日子，所以对我们的农民们说，好好享受吧，我也爱你们，我爱你们，一切都会好起来。
And I have also imposed a 25% tariff on foreign aluminum. 而且我还对外国的铝、铜、木材和钢铁征收了25%的关税，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钢铁之类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军队。坦率地说，国家也长久不了。今天在场的是来自阿拉巴马州迪凯特的一位自豪的美国钢铁工人、杰出人士杰夫·迪纳德。Alabama, Jeff Denard has been working. 他在同一家钢铁厂工作了27年，这份工作让他能够担任当地志愿消防队的队长，与他美丽的妻子妮可一起抚养7个孩子，并在这些年里为一个超过40个孩子的寄养家庭提供充满爱的家。太棒了，杰夫。谢谢你，杰夫。谢谢你。像杰夫这样的故事提醒我们，关税不仅仅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工作岗位，更是为了保护我们国家的灵魂。关税是为了让美国再次富强，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正在发生，而且会很快发生，好吧？有了这个，不会太久了。看看拜登把我们带到了什么地步，非常低，是我们有史以来最低的。杰夫，我非常感谢你。我还想表彰另一个人，他一直致力于寄养社区，在这方面非常努力。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我们伟大的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工作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果，帮助我们的国家培养未来的领导者，为他们进入职场做好准备。我们的第一夫人和2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年轻女性在一起，她们非常出色。一位是哈利·福格森，她受益于第一夫人发起的培养未来倡议，并准备完成她的学业，成为一名教师。另一位是埃利斯顿·贝里，他成为了同龄人制作的非法深度伪造图像的受害者。在埃利斯顿的帮助下，参议院刚刚通过了下线法案，这非常重要，非常感谢你。约翰·图恩，谢谢你，站起来。约翰，谢谢你。约翰，非常感谢大家。感谢约翰·图恩和参议院做得好。将在线发布此类图像定为犯罪，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一旦该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我期待着签署该法案使其生效。谢谢，如果你们不介意，我也打算把这个法案用在自己身上，因为没有人比我在网上受到的待遇更差了，没有人，太棒了，非常感谢参议院，谢谢。但如果我们真的关心保护美国儿童，那么没有什么比确保美国边境安全更关键的了。在过去的4年里，有200万人涌入美国，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来自世界各地危险城市的凶手、人口贩运者、帮派成员和其他罪犯。由于乔·拜登疯狂且非常危险的边界开放政策，他们现在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国家，但我们正在把他们赶出去，而且速度很快。But we are getting them out and getting them out fast. 我也要感谢汤姆·霍曼和克里斯蒂，还有边境巡逻队的保罗，谢谢你们，你们的工作做得太棒了。他们所有人都做得很好，边境巡逻队、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以及所有执法部门都非常出色，我们必须照顾好我们的执法部门。
去年，一位名叫莱肯·雷利的优秀护理专业学生，年仅22岁，是班里最优秀的学生。人人都很喜欢他。他在佐治亚大学的校园里慢跑时，遭到一名野蛮的非法外国团伙成员的袭击、侵犯、殴打、摧残和残忍杀害。这名凶犯在拜登政府开放的南部边境非法越境时被捕，然后在那个失败的政府冷酷政策下被释放到美国。那确实是一个失败的政府。之后，他在一个由民主党管理的庇护城市被捕并释放，最终酿成了这场悲剧，夺走了这位美丽年轻天使的生命。今晚和我们在一起的是来津敬爱的母亲艾丽森和她的妹妹劳伦。去年，我告诉莱肯悲痛欲绝的父母，我们会确保他们的女儿不会白白牺牲。因此，我作为第47任总统签署的第一项法案，就授权拘留所有威胁公共安全的危险的犯罪外国人。这是一项非常强有力的法案。它叫做莱肯瑞利法案。艾丽森和劳伦，美国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美丽的莱肯霍普瑞利。非常感谢。我刚上任，本届政府就发起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边境和移民打击行动。我们迅速实现了有记录以来最低的非法越境人数。谢谢。The media and our friends in the Democrat Party kept saying we needed new legislation, we must have legislation to secure the border. 媒体和民主党的朋友一直在说我们需要新的立法。Was a new president. 必须通过立法来确保边境安全，但事实证明，我们真正需要的只是一个新的总统。谢谢。乔·拜登不仅开放了我们的边境，他还用飞机将非法移民运送到我国各地，使我们的学校、医院和社区不堪重负，像科罗拉多州的奥罗拉和俄亥俄州的斯普林菲尔德这样的城镇，在移民涌入的重压下崩溃，腐败程度前所未见。美丽的城镇被摧毁，正如我在就职演说中所承诺的那样。我们正在实现美国的伟大解放，